随着新冠疫情越来越缓和，近期口罩的禁令也越来越松绑，不少室内与室外的环境也不再要求一定要佩戴口罩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有觉得很开心吗？但是这个看似让我们可以更自由、更方便的消息，却默默的也让不少人增加了许多担忧。什么？口罩解禁不是应该要开心吗？一直戴口罩很闷耶，而且还会长痘痘，为什么会这样呢？台湾近期的新闻报道中就有提到，不少的年轻人族群因为过度在意外表，出现所谓的容貌焦虑症，而不想要把口罩给拿下来。甚至在新闻访问中，还有一位先生分享说，口罩都戴了3年了，不戴好像怪怪的，跟没穿衣服一样。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同感呢？戴上口罩以后，别人看不见你的表情、面貌，似乎可以增加好多的安全感。但拿掉口罩以后，就要时时刻刻表现出好的一面给大家的感觉。专家就指出随着过去新冠疫情的延烧到现在，恐怕让不少人有这样的症状发生。那究竟什么是容貌焦虑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这疫情过后所产生的新时代文明病吧。在开始之前，叔叔学生活是一个透过知识学习保持生命热情的频道。想持续获得满满的热情能量，欢迎帮我们订阅，给我们满满的支持与肯定吧。容貌焦虑症专业术语为躯体变形障碍，属于强迫症的相关障碍症患者会因为外在的焦虑状况严重到无法正常的生活，包括没办法顺利的完成工作，拒绝就学，甚至会逃避人际互动。像是有些人可能会没化妆就绝对不会出门见人，甚至一点痘痘就足以让一个人焦虑好几个礼拜。在网络上甚至还会发现有些人过度整形，不管任何的后果。容貌焦虑症严重还会产生抑郁、厌食等状况来自英国的丹尼·褒曼，他在青少年的时候自拍上瘾，但他怎么拍都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看，所以在自拍的过程中会花10个小时寻求最完美的角度。后来他患上了容貌焦虑，还陷入了抑郁症与强迫症这样的状况，他连学校都没有办法去，也跟朋友失联，彻底的封闭自己。经过医生的诊治才恢复健康，他也透过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你们已经够好看、够漂亮了，并鼓励跟他有同样状况的人勇敢面对疾病才能改变。那怎么会这样呢？专家其实强调这4个族群会比较容易发生容貌焦虑的状况，也许我们就能从中发现端倪第一个，女性族群，由于现代大众媒体甚至广告的洗脑，不断的暗示女性应该要有怎样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就成为了一些人认为应该必须要具备的女性标准，像是要瘦要有美丽的肌肤等等，所以使得女性较比男性更容易发生容貌焦虑的状况第二个，公众人物，在社群媒体泛滥的年代，颜值意味着流量，也意味着金钱，甚至也代表着成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颜值虽然不是绝对，但依然在经营社群媒体上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公众人物更容易患上容貌焦虑症的原因，因为毕竟对于某些人来说，容貌等于他们的未来第三个，青少年晚期，第二性征的出现，使他们也开始学会注重外表，甚至在同侪的舆论压力与多媒体爆棚的完美男性、女性资讯，这使得没有更多生活重心的青少年更容易在意外在，发生容貌焦虑的状况第四个，自尊或自我形象的低落，对于容貌没自信，不喜欢自己，使自己不断的以他人的标准来填补自己内心的不自信，为了填补那份对自己不满意的焦虑，导致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还有评价，最后发生了容貌焦虑的状况。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容貌焦虑会发生的原因，好像大多都跟自己没自信，以及把过多的得失都完全建立在容貌上的结果。而好消息是，只要我们能够提早发觉这样的状况，就能够提早做自我调整甚至治疗不让容貌焦虑症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最后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那要怎么觉察呢？临床心理师林俊成先生也提到，判别容貌焦虑，我们可以用 FACE 4大面向观察自己或者是亲友是否有以下的状况第一个就是脸部回馈，反复的询问别人自己的容貌问题，
或者是不断的照镜子和他人比较外观，寻求别人对自己的外表回馈。第二个，外表焦虑，对于自己的容貌过度担心，怀疑自己的穿着、妆容、外形是否好看，就算旁人给予正面的回馈，还是感到焦虑。第三个，照片美肌，在拍照的时候若没有使用滤镜修图，就会觉得不好看，甚至每一张照片都需要仔细的检视，或者即便只是倒个垃圾，出门也一定要化妆。第四个，自尊表现，没有自信，自尊表现低落，言谈中可以发现自己对于表情面容非常的在意，或者是经常觉得别人比自己漂亮。讲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渐渐的发觉，好像身旁的人有这样的状况了呢？还是其实你也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当你有类似的状况的话，请你或身旁的亲朋好友要尽早找专业的资源协助，也是最精准的判断方式哦。最后，心理医师也提到，面对容貌焦虑的状况，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如果你或身旁的亲朋好友正因为容貌焦虑而困扰，不妨也一起试试看吧。第一个，自我觉察。透过自我觉察，清楚知道自己不自信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于他人的评价吗？或者是外在跟结果的牵绊，使自己不得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还是执着在那些不存在的想象中？看清自己的恐惧真实来源，有助于找到更多的方法，不再把结果转嫁在外在上，也能够摆脱不实际的想象哦。所以简单来说，看得越清楚，我们就更容易面对问题哦。第二个，自我称赞，透过刻意的鼓励与欣赏自己的优点与特长，让自己不再只是专注在身上那不满意的地方。这里阿奇认为，这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人，我们必定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固然会因为有不足的地方要成长要进步，但绝对不要因为这些不够好的地方而也否定了一件事实，就是你也是有优点的。所以刻意的协助自己写下你认为的优点还有特长吧，或者是找能够信任的亲朋好友问问这个问题吧。第三个，停止比较。比较能够使人进步，但过度的比较会使人迷失自己。什么叫迷失自己呢？意思就是说，迁就身旁的人或环境而改变自己，最终这个行为让我们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特质。所以当你失去了自己，该如何欣赏自己呢？对吧？在 EMBA 的杂志429期中有提到几个方法，这里阿奇分享2个给大家哦。第一个，限制自己接触社群媒体的时间。在社群媒体上，那些好友或者是好多的公众人物，会让你看到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事实。有时候我们往往看到的都只是他们好的一面，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哇，他们怎么都过得这么好，这么快乐，这么幸福，甚至会让我们觉得除了你以外的人都过着一个很棒的生活，但实际上不一定是如此哦。所以你已经开始被社群媒体给影响，那我们就应该把目光放在别处，不让那些不一定的真实影响到我们自己。所以请限制自己接触社群媒体的时间吧。第二个，把其他人的成功视为灵感，而不是和他们比较。我们可以研究每一个领域内的成功人士是怎么获得成功的，找出你可以从中学习的事，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像阿奇在 IG 上有时候会滑到有些人说自己存到了多少钱啊，薪水变得多高啊，等等等等。这时候我们要看的不是说哇，他怎么存了比我还多，为什么他的薪水能比我高，并不是要这样。要想到的是，他能够做到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努力吗？还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让他有这样的成果？当我们想到之后，就把它记下来，去明白人家能够有结果是因为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我们在同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下也能够有一样的结果哦。我认为每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的人生剧本，学到了把它当做一个经验就好了，把他人的结果当做一种激励，让我们更专注经营自己要的人生吧。以上2个可以停止比较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哦。第4个，运动。透过运动可以让我们更专注在当下，甚至可以分泌幸福激素，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有这些行为可以更加活在当下而获得快乐，还能够使自己更放松哦。甚至到大自然健走等等，欣赏美丽的风景，也许还会让你开始思考更多人生的意义哦。这就是4个能够让我们走出容貌焦虑状况的方法哦。甚至适时的找咨询师咨询，听从医师的安排，当然是最好的方式。
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找医师好丢脸哦，这样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病啊？这里阿奇认为，不要因为觉得找医师觉得丢脸之类的，因为这个行为就如同我们感冒会看医生一样，你会想要让自己快乐，过得舒服，所以你会为了自己的人生去找资源，而因为心理不适而去找医生，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哦。这反而是一件令人感到尊敬与挚爱的行为，所以鼓励有这样状况的朋友，也请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吧。而如果你是身旁的亲朋好友有容貌焦虑的状况，也请记得协助对方欣赏自己，尝试依事实鼓励对方，甚至多带对方出去走走，面对对方在意的地方也尽量不要提及，以免不小心伤到对方咯。最后阿奇认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先天的一些条件，甚至是自己的体质，在可控的范围内努力改变这些事情，我觉得并没有错，但不要忘记定义我们这个人的除了容貌以外，其实还有我们的内在。也许有些人能够因为外在得到他人的欣赏与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得到因内在的美丽而得到的尊重与敬仰，甚至外在的美往往是暂时的，毕竟人总会生老病死，但内在的美却能够永垂不朽。所以不要忘记，还有一种美就藏在用镜子所照不到的内心里面，而这也是完完全全你可以控制与精进的哦。所以让我们一起透过学习与成长，走出执着容貌的框架，在关系中活出对生命的热情吧。你认为还有什么方法或转念方式有助于容貌焦虑的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感恩大家收听叔叔学生活，如果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帮我们按个喜欢及订阅哦。我是阿奇，大家下次见，拜拜。